这么快就解开谜团了？喂，李斯哥哥，理科实验室里不能吃东西。马上就吃完。嘿嘿。我要开始解说了。说吧，谢谷雨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为什么头会无缘无故被砍掉？哼，我很期待你的答案。其实是某样东西切掉了死者的头。可是现场并没有找到任何凶器啊！难道是被死者的哥哥谢谷冰藏起来了？不，这件凶器一直都留在现场。怎么可能？还记得我问你的那个问题吗？啊？你是说，叶子藏在树林里最不容易被发现？没错，把一片树叶混在一堆树叶里，就很难被发现了。你在说什么呀？现场可没有树叶。别忘了，这起案件发生在半年前的冬天，那时正下着大雪，而地上也积着厚厚的白雪。树叶可以藏在树叶堆里，同样的，雪也可以藏在雪地里。啊？是的，切下死者头颅的凶器正是雪。雪？雪要怎么砍头啊？确切地说，凶器是雪结成的冰。我们开始吧。开始什么？来做个实验，试一下冰的威力。啊！就要请我们吃冷饮？这是冰块儿。是的。这么大一块冰，可以做足够的冰沙了。哎呀，我先去买点草莓酱。给我回来！哎，木队，你要什么口味的？要我把你铐起来吗？我错了，木队。正如你们看到的，在这块冰的下面放了一个塑料模特。接下来，我们把冰块放开，看看会发生什么。大家都往后退一点，小心受伤。嘿，好嘞。我的冰沙没了。所以你想说，当时也有这么一块冰切断了死者的头？这不可能啊！冰从哪里来的？而且，冰真的能切断头吗？人体骨骼可要比塑料模特硬得多呢。别急，听我慢慢解释。其实，冰要比我们想象中更坚实。对，冰的硬度和温度成反比，温度越低，分子间距就越小，物体更趋于固态，也就越坚硬。没错，案发时段是当地最冷的时候，气温极低，况且实际的凶器要比这块冰大许多，重量和威力也更大。说了半天，你还是没解释冰到底是哪儿来的？难不成是从天上飞下来的？你说对了，就是飞来的。什么？还记得谢谷冰说过，当他听到弟弟的惨叫声后，看见附近的公路有一辆汽车驶过吗？这起斩首事件的元凶，正是那辆汽车。啊？汽车和冰块有什么关系？车顶积雪。原来如此，这么巧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在下雪天，车顶上往往会积满一层雪，而雪几乎会覆盖掉整个车顶。时间长了之后，在低温下，这层积雪就会慢慢冻成一块结实的冰板。难道那天一辆车顶结冰的汽车在公路上疾驰而过，而就在汽车经过谢家两兄弟附近时，意外发生了。原本附在车顶上的冰板突然脱落，当时刮着大风，汽车又开得很快，在巨大的惯性作用力和风的影响下，
冰板飞了出去。不幸的事发生了，冰板不偏不倚地砸向谢谷雨的脖子。因为飞出时的巨大冲击力，加上冰板的厚度不大，产生的压强足以切断谢谷雨的头颅。就在那一瞬间，冰板让谢谷雨身首异处。由于并非是砍刀那样的利刃，致使死者脖子的断面并不平整，这一点似乎也和法医的验尸结果相吻合。而就在下一刻，冰板摔落在附近的地上，碎裂成小血块，和地上的积雪融为了一体。因此，当谢谷冰回过头时，就只看见了死亡的弟弟，其他什么都没发现。更何况，那时他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弟弟的无头尸体上，因为过度恐慌，就更不会注意到旁边的碎冰了。这就是整起事件的经过。所以，这是一起意外事故啊？不，这只是我根据现场状况提出的某种可能性，并没有实际证据。至于真相如何，就要靠你们警方去核实了。也许这真的是一起杀人事件也说不定，凶手或许用了什么我们都没有想到的杀人手法。比如有个叫基丁的推理作者，他写过一篇……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们知道了。当然，这起事件对我来说已经不存在谜了。李斯，告诉 H 县的警署，让他们调取事发路段的监控探头，寻找谢谷冰所描述的那辆厢汽车。如果事实真像夏彤说的那样，被事发路段相隔的2个探头应该都拍到了那辆车，而后方的探头画面里，车顶应该还有积雪，但前方的探头拍到的应该是辆车顶没有积雪的车。哇，木队，你真聪明，我这就去办。喂，第3起橱窗杀人案吗？雾气里等候中，栀子花开了风，绚烂的意云重重，黑白空洞，遍地苍穹，为何的眼眸中，淋漓被谁感动？皎洁被言语温柔，一笑带过，耀眼火中。